坠入他的引力场。谭健次舞台美学的深度解构与灵魂共舞序曲。当重力失效，当呼吸成为节拍，在探讨跟着谭健次跳一下这个命题之前，我们必须先重新定义舞台这两个字的物理与心理边界。对于平庸的表演者而言，舞台是一块画着标记的木地板，是一组需要被精准踩点的坐标。但对于谭健次来说，舞台是一个由他亲自重塑的引力场。当灯光暗下，第一声低音贝斯如同心脏起搏器般砸向耳膜的瞬间，他并没有急于用夸张的肢体去填补空白，相反，他懂得留白的艺术。他站在光影的交界处，仅仅是调整呼吸的起伏，仅仅是眼神从低垂到抬眼的0.几秒，一种无形的粘稠的氛围感便如同涨潮的海水般漫过了整个空间。这不是靠干冰和追光堆砌出来的表象，而是从骨血里渗出来的气场。我们常说跟着他跳一下，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饭圈口号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感官邀请。他邀请你剥离外界的喧嚣，交出你的听觉、视觉乃至心跳的控制权，任由他的律动接管你的神经系统。在这篇文章里，我们将彻底拆解这位舞台王者的感染力密码，看看他是如何用肉身作为乐器，在音符的缝隙里雕刻时间，最终让所有人的情绪在他指尖的起落中彻底拉满氛围感的本质。一场蓄谋已久的视觉催眠，自带氛围感，这是外界给予谭健次最频繁的评价之一。但究竟什么是氛围感？在谭健次的字典里，氛围感不是静态的摆拍，而是一种动态的场域控制力。他的氛围感首先建立在极致的反差与控制之上。你看他的舞蹈，会发现一种奇妙的矛盾体，既有猛兽扑食般的爆发力，又有流水绕石般的极致柔韧。当一个舞者只有力量时，他会显得笨重；只有柔软时，又会显得轻浮。谭健次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能在毫秒之间完成肌肉状态的切换。前一个八拍，他的指尖还带着慵懒的、近乎微醺的缱绻；下一个重拍砸下，他的核心瞬间收紧，关节的定格 pop 干脆利落，仿佛能听见骨骼咬合的脆响。这种在极松与极紧之间反复横跳的张力，就是氛围感的源泉。其次，他的氛围感来自于对微表情与眼神的绝对统御。很多舞者在跳舞时，眼神是涣散的，或者只是死死盯着镜子里的自己。但谭健次的眼神是有实体重量的。当他透过镜头看向你时，那不是一个偶像在展示魅力，而是一个猎手在锁定猎物，或者一个诗人在凝视深渊。他会用眼神去勾勒动作的延伸线，会在一个下腰的瞬间，让眼神先于身体到达终点。这种眼中有戏、心中有局的专注，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视觉催眠，让屏幕前或台下的你产生一种他只在为我一个人跳舞的错觉氛围感。说到底，是他用呼吸、眼神、肌肉的颤动，在空气中编织出的一张网。你一旦踏入，便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俘虏。律动的建筑学，在音符的缝隙里雕刻时间。如果说氛围感是谭健次舞台的血肉，那么律动 groove 就是支撑起这座建筑的钢筋骨架。跟着谭健次跳一下，你感受到的绝不是广播体操般的竖拍子，而是一种高级的、带有切分音美学的律动建筑学。真正的律动，不在于你踩准了多少个正拍，而在于你如何处理那些没有声音的缝隙。谭健次是一个极其擅长玩弄时间的魔术师。在音乐平缓流淌时，他的身体会呈现出一种水波纹般的连贯 wave， 仿佛没有骨头，每一个关节都在进行着独立的，却又高度和谐的微观运动。他不是在听音乐，他是在让音乐穿过自己的身体，而当音乐变得细碎、急促时，他的身体又瞬间化身为最精密的打击乐器。他会巧妙地利用身体的隔离 isolation 技术，将胸腔、胯部、颈部拆解成独立的声部。音乐里的军鼓由他的胸腔来回应，隐藏的 hi-hat 踩镲由他的指尖来敲击。他甚至在故意拖拍或抢拍，在观众以为他要落下的时候悬停，在以为他要静止的时候突然爆发。这种对节奏的解构与重组，带来了一种极致的听觉与视觉的通感。跟着他的律动，你会感觉时间被拉长了，被折叠了。他让你明白，舞蹈不是音乐的附庸，舞蹈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音乐。他用自己的身体完成了对原曲的2次创作，让那些原本隐藏在编曲深处的细节，通过他的肌肉震颤，被放大、被看见、被感知。舞台王者的加冕，绝对领域与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舞台王者这个称号，在当下的语境里常常被滥用，但谭健次对这4个字的诠释，带着一种老派的、近乎古典的尊严感。他的王，不体现在华丽的服饰或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而体现在他对舞台绝对领域的统治力。一个真正的王者，是不需要时刻用力过猛来证明自己的。谭健次的舞台哲学里，有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从容。
当他走上舞台，哪怕只是静静的站立，哪怕只是一个随意的转身，那种这片地盘由我说了算的笃定感就会扑面而来。这种笃定来源于他多年如一日在练功房里流下的汗水，来源于他对每一个走位、每一束灯光，甚至每一秒镜头切换的肌肉记忆，他懂得如何占据空间。在群舞中，他不需要永远站在 C 位，但他总能通过肢体的舒展度、动作的延伸感，成为视觉的自然落点。在独舞时，他又能将偌大的舞台压缩成只属于他个人的密室。他不怕暴露脆弱，不怕展示疲惫，因为他知道，真实的破碎感往往比完美的假面更具杀伤力。舞台王者的感染力在于他敢于在几万人面前献祭自己，他把自己打碎，揉进角色里，揉进音乐里。当你看着他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叫谭健次的艺人，你看到的是一个为了舞台燃烧殆尽的灵魂。这种毫无保留的赤诚，才是他加冕为王的真正权杖感染力的物理法则，镜像神经元与灵魂共振，感染力直接拉满。这是一句极其感性的赞美，但如果我们用理性的视角去剖析，谭健次的感染力其实遵循着一套严密的物理与心理法则。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他精准地触发了观众的镜像神经元。当他表现出极致的痛苦、狂喜、慵懒或性感时，他面部肌肉的微小牵扯，他呼吸的急促或停滞，会通过视觉信号直接传递给观众的大脑。观众的身体虽然没有动，但大脑的运动皮层却在模拟他的动作。这就是为什么看他跳舞，你会觉得胸口发闷、头皮发麻，甚至不自觉地跟着他一起喘气。他的感染力是带有生理强制性的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他擅长构建情绪过山车。他深知，一直高亢的呐喊会让人疲惫，一直低沉的诉说会让人昏睡。他的舞台编排永远在压抑与释放之间寻找黄金比例。他会用一段极其克制，甚至带有几分禁欲色彩的动作将你拉入深渊，然后在一个毫无预兆的重拍中，用极具侵略性的爆发力将你抛向云端。这种情绪的落差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势能，最终转化为那句脱口而出的感染力拉满。更深层的感染力来自于他作品中的故事性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空洞的技巧展示，而是有动机的。一个伸手可能是对过往的挽留，一个低头可能是对命运的妥协。他让舞蹈回到了他最原始的初衷，用肢体去讲述那些语言无法触及的幽微人性。当你看懂了他的故事，你的灵魂便与他产生了共振，跟着他跳一下，其实是跟着自己的心跳一下。洋洋洒洒数千字，我们解构了谭健次的氛围感、律动、王者之气与感染力。但当我们褪去所有华丽的辞藻与专业的分析，回到最初的那个命题，跟着谭健次弹跳一下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其实，这从来都不是一场要求你模仿他动作的舞蹈课。在这个充满焦虑、内耗、被各种规则束缚的现实世界里，我们常常忘记了如何自由地舒展身体，忘记了如何毫无顾忌地表达情绪。而谭健次在舞台上所做的一切，就像是一把钥匙，试图撬开我们内心那扇生锈的门，跟着他跳一下，是他在用极致的艺术表达告诉你，看，生命还可以这样燃烧，看，身体还可以如此自由，看，哪怕身处暗夜，你也可以自己制造风暴。当你看着他在聚光灯下大汗淋漓却目光如炬，当你感受着他自带的氛围感将你包裹，当舞台王者的感染力穿透屏幕直击你的心脏，在那一刻，你其实已经不再是在看他跳舞了。音乐终会停歇，灯光终会暗下，但那个在引力场中与你灵魂共舞的瞬间，将永远在你的生命里余音绕梁，生生不息。